最近川普才提出来的一个在地生产的一个要求呢，其实在你们的产业里面，老早就面临这个问题了。没错。那所以你们的对策呢，实际上就是把你们的产线呢跟工厂呢模组化、智慧化，然后做到虚实整合，让这个事情呢可以在复制的时候呢能够无缝接轨。对，因为也就是说，我们都做到虚实整合，做到几乎无人化工厂。那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基地，整个的制造过程都做了非常多的演练，那确保我们的系统的运作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可以用最少的人力在海外复制我们的这个生产经验。好，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自动化展中的专家分享论坛。那最近最红的新闻呢，就是川普说来美国设厂我们就不用关税。But if you're buil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re's no charge. 对不对？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梗因为太红了，我就用了蛮多次了哈。可是呢，我每次用的时候呢，大家呢都是一个就是面面相觑，要心存疑虑，因为到美国呢是会赚钱还是赔钱呢，其实没有人知道。可是当我跟你讲，就是说，有一个厂商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去美国设厂了，你相信吗？好，那我们今天呢很荣幸邀请到麦可锡口中的全世界前3大的那个电池正极材料设备商宏成材料的李建勋李副总来帮我们分享他为什么说他准备好了，那怎么样才叫准备好呢？好，欢迎李副总。谢谢大家，那也谢谢Tim副总的一个开场介绍。那首先在做进一步的说明之前，我还是针对我们宏成材料为大家做一个基本的介绍。那我们公司在1997年成立，主要业务是粉体设备，那有包含到通风照力设备跟研磨设备。那到了2003年因为整个面板的景气的关系，所以我们公司也投入到面板的 AOI 自动化检测设备的开发。宏赖科技其实是宏成材料的一个前身曾经也是台湾前3大的面板 AOI 检测公司。那因为基于这些设备的经验所以其实宏成有丰富的设备自制跟自动化的基础，这也是带给我们说未来我们朝向数位转型开发的一个原因。那到了2010年那由于整个面板的景气有逐渐下滑的一个趋势，那我们老板觉得说，事实上是公司是需要到一个转型一个地步那也是因为我们有粉体设备的经验，以及我们有跟工研院技转电池的正极材料 LMFP， 所以我们开始 LMFP 的一个材料的开发。那电池的正极材料3元其实是能量密度最高的，但是它有一个致命伤，就是它非常的不稳定，它有安全性的问题。锂铁 LFP 跟 LMFP 这方面就相对的非常的安全，但是 LMFP 比 LFP 又有增加20%能量密度的优势。那所以总结来讲 ，LMFP 在正极材料里面是一个折中的一个最佳选择。那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在市面上的市占 LMFP 的量还是没有办法起来？其实归咎一点就是说 LMFP 的制造的量产的技术的瓶颈非常的高。那我们从2010年开始投入电池 LMFP 的开发之后，一直到了2020年，我们其实在材料的开发已经渐趋成熟了。接着就是开始我们要进行量产放量的一个技术的推进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在2021年，我们跟星汉合作打造了第1代的战琴。那这个战琴，当然这个缘由，等一下的报告里面会再进一步的说明但是这个在战琴，我们的客户来我们厂内看过这一套战琴，就觉得说这就是他们要的。因此，我们在2022年，我们的整场输出专案，就是中油的 LTO 的一个整场输出专案，就采用了这个我们的第1代战琴的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就是把我们的成功经验复制到我们的客户端。那到了2025年，
那我们更进一步的就是在我们厂内，我们开发了一条模组的示范线，2200吨的模组示范线。那这个就是为了刚刚Tim副总提到的哦，我们为了未来要进军海外、进军欧美的一个准备。我们在这个模组示范线，我们会在平镇工厂，我们真正去做量产的验证。哦，以上就是我们宏成的一个简介。那从刚才的简介里面哦，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材料其实产业上面也是遇到很多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它是一个高技术的挑战，包含材料技术跟量产技术哦。那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到差异化跟设备的创新哦。这个是那基于我们在多年前的一个设备的跟自动化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先天上的优势。那第二个就是成本竞争，大家都知道，目前就是整个电池的产业基本上都被大陆所垄断，因为他们的用非常低的成本跟补助等等，各国应该都不是对手。那当然就是说，其实还有另外的因素，就是人力跟缺工的因素。还有就是现在都在做节能减碳的这个目标，那因此这些目标呢，我们的解方就是把我们的生产线打造成更自动化、更智慧化。那当然也有这个及时的碳履历，所以这个是有助于我们真正能够了解我们制造的碳排，以及能够进一步的把碳排降到最低的一个做法。那第三个挑战其实是在地生产。因为事实上，从最近的几个新闻，包含就是中国大陆也开始限制电池技术的对外输出，以及各国都把电池材料当作是一个战略物资。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收到非常多客户的要求，要我们在当地合资设厂。但是就刚刚一开始主持人所提的一个问题，海外的拓展看起来是一个一定要走的一条路，但是海外拓展没有那么容易。那我们是基于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产线做到自动化、智慧化，然后加上我们的虚实整合技术，我们还有信心，就是把我们的厂我们往海外去拓展。这个都是我们从电池材料的现况里面，我们面临到的这些挑战。那这些挑战呢，就加速我们往数位转型跟智慧化的一个方向在推动。所以就可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最近川普才提出来的一个在地生产的一个要求呢，其实在你们的产业里面老早就面临这个问题了。对，没错。那所以你们的对策呢，实际上就是把你们的产线呢跟工厂呢模组化、智慧化，然后做到虚实整合，让这个事情呢可以在复制的时候呢能够无缝接轨。对，因为也就是说，我们都做到虚实整合，做到几乎无人化工厂。那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基地，整个的制造过程都做了非常多的演练，那确保我们的系统的运作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可以用最少的人力在海外复制我们的这个生产经验。是，那能不能再请你多讲讲你们究竟是怎么做的呢？里面的细节。如果要讲到细节的话，那我就用我们自己工厂的一个智慧制造系统，先为大家说明。这张投影片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是我们的宏成智慧制造的一个架构包含就是 OT 层，也就是我们的资讯收集层然后还有 IT 层，IT 层就是包含应用层、品牌层跟用户层那包含从资料收集到一个我们的核心的管理系统，一直到我们跨资料库的整合，最后呢，我们把即时的资料显示到用户端的方式，这是我们整个宏成制造智慧制造的架构。那从这里面呢，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这边后面有这个，我们其实大部分我们都是采用星汉的一个 solution 就是刚刚就是主持人有的投影片的 IAT
2000的一个系统啊。那等一下呢，因为这部分我就再交给主持人再进一步的说明。那我这边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说，我们鸿城其实是经历了大概有4年的时间，从第1代战情到目前的第3代战情，我们从设备层还有那个资料的整合层之后，我们是等于是说我们把基础打造的非常的完整之后，我们到目前为止又在用户层又开发了很多的新的功能，这样。是，我想这个鸿城的这个智慧工厂的架构呢，其实上是跟新汉的这个 IAT 2000的架构呢，实际上是不谋而合哈。就是说，其实我们一般工厂呢，大概也就是分这几层。首先呢，就是在第1层这部分呢，就是设备这部分呢，所有的设备呢，其实都可以用传感器啊，去把它的那个，还有它的通讯接口呢，把它的讯息呢接出来。接出来之后呢，再透过这个网关层呢，就把它去串联到最后面的这个平台层。那在这个平台层呢，就会跟 IT 系统的这个企业应用呢去做结合。把 OT 跟 IT 真正的汇整在一起之后呢，那我们的用户呢就会有完整的资讯呢，可以全场的去监控，全场的掌握实时的状况。那也可以从这个里面的产生出生产履历啊，甚至碳足迹呢，去了解到每一次生产的结果，还有每一次生产的一些参数是否正确，持续的去做改善。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鸿城有底气，可以说，我出去到国外去生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用担心的。那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对于这个里面的产出的结果，能不能请李副总再帮我们做更进一步的介绍 ？OK。那事实上，这里面的一个应用我有蛮多的但是我举一个我们认为成效最高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开发的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的即时碳履历。那这个即时碳履历的系统是架构在数据中台的一个应用。所谓的数据中台，就是说，我们从 SCADA、从 MES、ERP 或者是 SPC 等等各种不同的跨资料库，我们把这些需要的资讯整合在一个中台的系统。那这个中台的系统呢，它会制造出一个 table， 这个 table 呢，我们就再透过我们的碳履历顾问，那我们公司是跟新汉还有 KPMG 合作，那把这个碳履历的计算公式呢，也是架设在这个系统上面。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一旦我们的生产线的一个工单完成了之后，我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个工单所耗费的碳履历有多少，而且不只知道工单，而且包含了就是说我们可以针对设备别、制程别，或者是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能耗的形式来做分析。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做到这一点呢，其实已经做得很先进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真的在运作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常常发现就是，为什么这个工单的制程一模一样，为什么碳排就比另外一个工单多？那我们常常为了要找这个原因，我们要回过头来在底层的资料库里面去找原因。那这也花了很多工程师的时间。但是我想说，有没有什么比较聪明的办法，让这整个的看板就可以直接告诉用户，我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发的一个重点。我们从很多的情境因为我们从累积的资料能发现，可能是新旧设备的差别，或者是那个工时太长而造成碳足迹的增加，或者是我是连续生产或不连续生产，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最后的一个碳排的表现那但是这个如果要靠人工回到资料库里面慢慢的查找，是真的非常花时间的。所以我们就请工程师利用程式写 code 的方式，在我们因为已经有一些既定的情境，我们就利用这些情境去写 code， 然后让这个系统自动的判别。像这个报表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刚刚列举的这个为什么碳排特别的多，可以看起来是以重量来讲，没有跟标准重没有差太多，但是呢，每公斤的碳排却高出蛮多的。那原因是什么？它直接就列出了3大可能的影响因素。第一个是Genmio 的设备的工时参与率到了400多%。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使用了旧设备，旧设备跟新设备的效率的差异，导致于这个碳排的增加，这是属于整个碳排原因的 No.1。那另外还有 No.2 跟 No.3。那有这个系统呢，我不止我生产完之后马上知道该工单的碳排，我可以马上知道这个碳排为什么会比标准的多的原因。那这样子就有利于生产线去做很快速的一个应变。好，谢谢杰哥的分享哦。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说，无论我们工艺再精进啊，就是战情是再漂亮啊，其实最后客户的认可才是最大的重点。当客户来访厂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胜负的关键了。那一般来讲的话，客户访厂分数呢，至少要到85分以上才算过关。可是这个我听说你们最近的访厂拿到95分的高分啊。没错没错。那你们跟大家说明一下是怎么做到的呢？事实上，其实往往很多公司在投入这些智慧制造的时候，都会考量到，我这个花的钱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收？那事实上，我觉得其实你去计算这个很难计算。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客户的认同才是真正它的价值所在。所以我这边举了两个案例就第一个是客户的认同这刚刚就一开始就有点了客户就是因为看到我们的战情，觉得真的是他们想要的，所以马上呢就用在他们的系统上面，这是中油的案例。那第二个案例是最近发生的，就是我们有个法国的客户一个蛮国际知名的电子的客户，那最近到我们公司来做访厂，来做集合。那在集合的过程中呢，他也真的因为我们的战情中心而非常的赞叹。那他觉得说，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可以做到物料的追踪跟品质的追踪，我们还能够确保说，我们未来交货给这个客户的品质是非常稳定的。那这也是我们会得到那么高分数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值远比刚刚我们斤斤计较在投入的成本，我们多久回收这个部分，可能还更加重要。对。那我想现在宏成呢做了那么多的努力跟那么多的先进的这个措施之后，那你对未来的展望大概是怎么样？对。那其实刚刚有提到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开发就是我们的即时碳履历嘛。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做到非常好用了但是各位我们就面临到一个情形，就是说，假设你收集很多的资料，你整合的非常的好，但是你必须要依据不同的生产情境去写扣，那这个就是相当麻烦的事情，因为各种制造的情境太多了，你没有办法全部都考虑得到。那再就是说，你的扣可能会越写越多。越写越多的话，在整个的系统上面的复杂度、维护性就会越来越复杂所以其实我们已经面临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有点就是让我们去想到说，有什么方法可以我不用写扣，我透过中台把数据整合之后，我不用写扣，但是我可以透过可能问答的方式，他马上就可以告诉使用者。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或者是他想要的资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到了精汉的 AI 战情是2.0，也就是各位看板右手边的这个系统对，那当然就是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发现这个 AI 战情是2.0，刚好就是符合我们现在目前正在需要的，所以我们也马上的列入我们接下来要努力的一个目标那但是这个部分呢，当然啦，我也给 Tim 副总有很多的question因为这个部分的确真的是走到很尖端、很前面那当然，我有把我曾经问过的问题，我列在这上面。第一个问题是数据中台的角色因为我们真的发现，我们投入的这个数据中台，结果也不是说阴错阳差啦，就是刚好这个数据中台是我们认为是未来我们要导入 AI 的最重要的基础那这一点要请那个 Tim 副总为
各位在场的观众再做更进一步的说明。那第二个问题是，我想大家都怕说 AI， 那 AI 就怕说，我的资料会不会有外流的这个风险？因为每个企业都有很多的一个独家的一个技术嘛，那再来就是说，每个企业对可能同一个东西它的术语都不太一样，那怎么可能大语言模型会认识这个企业所用的术语？那这个是我当初我问Tim的一个问题。那所以这个部分就牵涉到如何在庞大跟复杂的资料库中取得资料，并且整合这个部分。那第三个问题就是牵涉到规模的部分，就是 AI 的算力跟硬体的投资的规模应该要怎么去衡量？因为这牵涉到投资的成本。是，对。好，谢谢这个的提问哦。我想，其实我在很多的朋友问我啊，就是说大家都在做战前式，那星汉的战前式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战前式呢，在星汉这边来讲的话，核心的差异就是这个数据中台 Next Data 的部分。因为呢，我们在发现就是说，许多人做战前式呢，只是把数据收起来之后呢，直接投在荧幕上让大家看。然后可是问题是，就像刚刚杰克讲的，里面的数据有太多种可能性，你很难把所有的情境呢都一开始都想好。如果没有在一开始把这些数据呢去做一些清洗、整理、串联，然后能够得到一些新的 insight 的时候呢，你光单纯的只是把它投出来，其实像宏成这样子，要先做战前式，要再做碳足迹，要再做 AI， 其实它这实际上是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的。可是，在第一步如果没踏好，没有用中台的时候呢，可能第二步的时候就要重做了。那我想这个部分呢，身为使用者的宏成应该是非常有感触的。没错，没错。是，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的价值呢，其实这就是把我们 OT 跟 IT 的数据呢，把它放到这个数据的湖里面之后呢，经过整理，慢慢的去演练出，就是淬炼出它的这个有价值的资料。所以这是我们把它所谓的点石成金，因为这个数据呢，在刚开始的时候是 raw data， 其实不具什么用意的哦。可是当它变成是一个碳足迹履历的时候呢，它其实上就变成是黄金的可以用了。哦，所以这样子这一个数据中台的核心的关键的能力在这边。然后呢，可是当这个部分呢完成之后呢，美丽的地方来了，当我们要用 AI， 我们要用 AI 的时候呢 ，AI 看到这个表格。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个表格的资料怎么来的，可是当我们在这里面的整理呢，都用数据中台呢去有一步一步的步骤跟 AI 讲的时候呢 ，AI 实际上就可以照着这个结构呢去把它回查回去。所以也就是说，其实重点在于就是说告诉 AI 你的数据是怎么形成的，把这个逻辑跟他讲之后呢，他就可以代替你的工程师去把它写程式把它完成出来。而这个重点就在于就是说我们不用去事先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们事先每一个问题来的时候要写都写不完，这个我想这个应该很有感触了。对，因为事实上你去设想所有的情境是不切实际的，对。所以当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数据中台之后呢 ，AI 其实这样就有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去回答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在于说 AI 可不可靠，有没有泄密的危险？那我想。这个星汉呢，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企业的客户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就是说我很少遇到客户愿意把他的资料呢送到云端上去的。那所以呢，我们做的 AI 呢，就是不是云端上的 AI， 而是我们把 AI 呢请到你家去，在地端来服务你。所以呢，我们这个是纯地端的，所以它安全绝对可靠，它可以断网执行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的 AI 呢，其实因为我们就像刚刚讲的，它读的是资料库。所以呢，它只会从资料库里面拿东西。那我们这个资料库拿东西呢，实际上是我们让它写程式去拿的。也就是说，我们的 AI 的行为呢的结果呢是可以解释的，是可以验证的。所以这是大家最需要知道的，就是说可以相信的 AI， 实际上是用这种方法去完成。那再一个重点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半年1年就会有一个新的 AI 模型出来。那我们其实重点不在于说训练 AI 多厉害，而是把刚刚这个提到的我们每一个客户的 know how 的那个名词呢，让 AI 去了解，让它去解读你的问题之后呢，去查数据，
哦，这时候呢，我们的客户呢就可以保有他自己的 know-how， 不用担心去跟那个大语言模型去分享。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这个人的问题？有，我觉得这几个真的是那用户最关心的一个重点。当然，第一个是安全保障哦，那第二个是精准可靠，因为大家都还是使用大语言模型。那大语言模型现在的落地的一个最大的限制就是它的 AI 幻觉哦。那如果说它回答给你的这里面不见得100%正确，那真的是风险非常的大的，尤其是应用到制造系统上面，这是不能容许的哦。那当然，星汉的系统它可以做到一个将 AI 幻觉杜绝掉，因为它附了中台这个资料的一个限制，而不会让它随便乱打。哦，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给用户非常大的信心。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语言模型可能经过几个月就升级，那如果你的系统被你的语言模型绑定了，那你是不是在升级之后，那你是不是还要再重新更新？对，那就是之前花的钱就打水漂去了。对，但是因为这个星汉的系统是它的训练成果可以转换模型，也就是它把它切离开来，就是大型语言模型是一块，但是企业本身的一些 know-how 跟知识是另外一块。那它可以把它分离开来之后，只单纯升级大型语言模型，就可以同步让整个系统升级。对，没错，了解完全正确。那不过在这个之上呢，我其实还要再提一个概念，就是数据治理。好，我想这个数据呢，其实每个工厂呢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数据产生。可是这个数据呢，如果说没有一个治理的方法的时候呢，其实当我的 AI 去挖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会担心挖到错误的东西。哦，所以其实，在 AI 要能够发功、要能够发挥，其实给它最精确、最准确的资料，实际上是重要的。所以从一开始，从数据开始收集到开始整理的时候呢，都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的机制。甚至就是说，未来 AI 呢，其实也有大家有一个治安的一个疑虑，就是说 AI 是不是能够就是越权去抓到一些不该抓的资料？这部分呢，也是数据治理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结构呢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整个系统呢，企业原本的系统呢，我们是不去动它的。然后把这个数据呢打进中台之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做好用户的管理，做好数据的清洗，然后把它喂给 AI 的模型。去做一个查找，去做验证，然后再串回到站前室上，给那个以一个互动式的方式呢，用即问即答的方式呢，让客户可以立刻了解他想问的问题，从这里面去找出来。这就是我想说回答就是这个的问题。另外一个我所知道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数据中台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因为它基本上我们的跨资料库整合都是结构性的资料。那结构性的资料在整合的时候非常花时间，那有可能你问个问题呢，你可能10分钟之后才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在这个数据中台，它不是结构性资料的演算的方式，它的速度可以快非常多倍。对，我想这个其实也是中台的一个优势啦，哈，就是说我们在做数据整理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如果这里面是有蛮多的一些精细的手法可以讲的哈，那我就讲一个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客户呢在做生产履历的时候呢，同样的一个逻辑，那他程式如果没写好的话呢，这个按键按下去开始跑，大概跑30分钟跑出来，哦，那可是呢，当我们在这中台里面呢运用一些技术呢去把它克服之后呢，按下去之后呢，1秒钟之内跑出来。哦，所以这可以知道，就是说这里面的效率呢，实际上是可以差非常多倍的。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对于未来在客户在应用的时候呢，想要享有这种好的 user 体验的时候呢，其实后面的根基呢，实际上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其实也是最吸引我们的一个地方哦。那另外我刚刚还有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去规划我们的硬体规模？哦，这个部分也可以请Tim再介绍一下。我想这个部分呢，其实AI 其实突飞猛进，大家都可以有感受到，就是 AI 每一年的成本呢一直在下降。好，所以呢，其实我是认为就是说，
把这个数据的基底打好，哦，然后呢，视需求呢，在逐步的扩充上面的 AI 的部分呢，实际上是对各位比较有利的方式，而不是一开始呢就请一个很贵的大模型到家里来，然后可是数据还没整理好，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就是倒果为因了，就可能这钱就没办法花在刀口上了。可是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这个数据呢，其实是永远不会没有需要的，所以一开始把它治理好的时候呢，这个钱呢，其实一分一毫全部都留在自己家里才可以用。可是当你的语言模型有更新的，或是说你的那个显卡有更新的时候呢，你随时做替换，你的原本的资产都可以运用。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推进的方式。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同样的钱呢，我们在去年呢，其实我们呢能够 run 的在地模型大概只能用8B 的模型，可是到今年的同样的钱呢，已经可以 run 到26B 了。那我相信到明年的时候呢，可能可以70B 的模型就可以上在家里了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我们 AI 随时变便宜变好的时候呢，我们随时换来家里面，而不用自己一开始呢就花个几千万去弄一个大模型在自己家里面，这是我的建议。这样。谢谢Tim 副总的详细的介绍。那我们当然也很期待，就是说我们同城跟星汉的合作可以持续，然后我们可以引进最新的技术，然后解决我们目前量产制造的一些问题。好，我想今天呢，其实谢谢建勋副总来跟我们分享那我觉得今天的主要的 take away 就是这样子。就鸿城呢在全球布局，那要降低风险呢，靠的就是 AI 暂停式，让这个数据呢引导所有的决策，让所有的风险呢都消失不见。好，我们谢谢李副总，谢谢。谢谢。